这是一名女偶像最恐怖的一晚。那天也确认走廊没人后，进了房间，关门时有一只手伸了出来，门外面的人撬开了，我被他捂住了脸，摁倒在地。我拼了命的想把他赶出去，想到要是输了，很有可能被杀。就在快要把这个男人赶出去时，另一个男人从对面的房间出来，那是别的队友的房间。那个男的代替原来的男的捂住了我的嘴，也想把我按倒在地。虽然想喊出救命，但是太可怕了，根本喊不出来。大概1分钟后，我大声地喊出了救命，救命，嘴却被捂上了，感觉马上就要关上门被杀了。这时电梯的声音响了起来，引起了2人的注意。这个叫山口真帆的少女偶像由此才躲过了一劫。而这篇博客的发布，距她被害竟然整整过了1个月。仅仅几个小时后，原贴就被这个偶像的公司删除，直播诉苦时还被公司强行断线。4天后，这个少女被迫站到舞台上公开道歉，而那晚犯人就在台下。这件事一下子引爆全日本的怒火。日本什么时候变成了受害女性必须公开道歉的国家了？这件事本应受罚的犯人和泄密者为何全身而退，真正的受害者却反成罪人？后续又发生了怎样的闹剧，让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第一女团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呢？欢迎收看本期昭和异闻录。大家好，我是子美。新泻县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由于面朝日本海，加上丰富的降雪，春季时皆由日本最长河川信浓川的灌溉，使得此地成为日本重要的大米产地。然而此地的产业结构却非常像黑龙江和我家河北的奉和。首先，农业占比1半以上，工业重而分散，IT 金融几乎空白。整体上，这里在别人眼里属于那种臭外地的。新泻孩子的成人礼就是一张去往南方的车票。所以为了留住年轻人，提升转型动力，新泻政府想到造点网红，提高曝光。新泻人口很少，难以支撑大型演艺设施。然而 AKB 的小剧场模式和国民女团的 title 却非常符合需求。一想到可以白嫖日本地方的转型补贴，以及随之而来的旅行带货收益，组建一支女团的成本简直就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因此，在 AKB 家族中，取自新泻罗马伊的 NGT48罕见的属于政府扶持的女团，成立的首项任务就是担任新泻特产的宣传大使，粉丝们亲切地称其为米团。自2016年出道，便呈现出势如破竹的成长，各种本地资源和媒体曝光齐飞，稳坐偶像战国时代第2梯队的头部。16年，在全家族几百人的总选举中 ，NGT 入选前100名的成员虽然只有3名，哪怕排在最前面的加藤美男是因为有个议员父亲，但对于信团来说，起码还说得过去。然而，在指原马友正邪之战末尾的2017年 ，NGT 原生成员入圈的居然达到了7人。迪野由加更是直接干到了圈内第5，入选神七。18年，7人一跃成了13人。要知道，这种真金白银的排行，一个3线小团既不参与总部的点将，也没有大事务所撑腰，这简直就是个奇迹。然而背后的原因恰巧就被开头预习的偶像血淋淋的掀开。山口真帆出生于青森县，他的偶像生涯可谓充满辛酸。学生时代就在做 UP 主，高中毕业后只身上京，以2期生的身份加入偶像组合阿巴阿巴。然而短短2个月，就因为队内欺凌被迫退出。随后参与了名古屋 SKE 的7期生夜幕落选，之后又跑到了大阪参加 NMB 的选拔，都到了最终审查时惨遭失败。最终在15年成功入选 NGK 的1期生，在未公布名字的时候，真帆就被称赞为8000年一遇的美少女，备受瞩目。17年进入选拔组，18年担任 NGK48 季组的副队长。即使话题度远不及同期的迪野由加，新泻县也视其为新泻地区新生代代言人。然而真帆在当时的风评却有些两极分化。剧场里他是公认的歌舞稳，反应快，业务水平 max， 但在队内他被称作魔鬼副队，跟队员说话直接，要求很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高1时我的班被称作混子班，高3时是在所谓的尖子班。我一直认为上课时本应该认真听课，最起码不要打扰别人。而我在高1某次上课时提醒后面同学聊天小声点，却连带后边的2人以及周围的一群人都认为我很碍眼。真帆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队伍已经成立了2年，内部小团体氛围逐渐公开化，他这种较真的性格与一些小团体明显产生隔阂。在他当副队长半年后的18年12月8日回家时，遭到2名男子的施暴，2人听到电梯声逃走后拿走了他的手机。坐在地上惊魂未定的真帆随即让听到声音赶来的队友报警，联系 NGK 剧场支配人金村五郎，并在公寓附近的公园逮捕了那2人。2名犯人被捕后表示只是想跟真帆说说话，一切都是误会。
新泻地检以轻微伤害对两名男子不起诉，二人被拘了20天后放了出来。在这期间，真帆跟支配人讲述了事件的经过，指出这是由队内成员的指使。支配人金村答应一定彻查此事，并辞退内鬼。客观来说，保护好受害人，辞退泄密者，官网公告拉黑犯人，禁止其进入剧场，再道个歉，这事儿就算完了。但偏偏世界就是如此的魔幻。12月28号，两名犯人出狱，如常随意进入剧场，泄密地址的成员依旧留在队里，这件事仿佛从未发生。支配人想的可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过去也就过去了。但这他妈的不是在路上遇到了跟踪狂，也不是在电梯上遇到了痴汉，这他妈是在人家家门口给人袭击了，是在公司整租1层楼的外地成员公寓被人家在门口闯入了，而且泄露地址的还是自己人。比如是女孩就是男生被人家在门口袭击了，都不可能是个小事吧。在官方沉默的1个月，真帆肉眼可见的销售，忍无可忍的直播痛斥。真帆落泪说道：“支配人承诺会调查，会处分，可1个月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还跟我说别往外说，就算搬家，我的信息他们都知道。要是我今晚被杀了怎么办？为什么认真工作的人要承受这些？为什么别的团绝不允许的事，在 NGK 却可以？还有别的成员信息被泄露，那他们怎么办？”就在他恳求粉丝的帮助时，直播被官方强行掐断，发布公告说真帆患有被害妄想。直播次日的1月9号凌晨，日本时间5、6点，山口连续发文，但悉数被删。幸好手快的网友截图保存，文中指出此事件至少有3名成员涉嫌其中，分别告诉凶手真帆的回家时间和地址，以及教唆袭击。此时还有网友认为他又犯病了，直到上午 NHK 介入，通过采访新泻警方确认袭击实有其事，但运营此时却神秘地消失了。NHK 向 NGK 运营打电话，却一直未接通。依照当天傍晚，新泻 TV 联系上运营方，表示其还在考虑要不要针对此事评论，一下子引爆圈内粉丝。运营，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在明天的1月10号是 NGK 的3周年纪念公演，早上多个晨间节目通报此事，运营改口说将在之后发表此事声明。大家以为是要在公演时表明态度，然而公演当天却上演了 AKB 史上最恶心的一幕。演出全程以金村为首的运营没有一个现身，却在真帆上台演出的间隙，面对所有观众鞠躬道歉，给大家造成这么多困扰，我非常抱歉。随后 NGK 官方针对此事发布公告，山口成员遇袭后2名加害男性被逮捕，金村支配人从受袭日开始到目前为止的1个月时间，积极配合警方调查，除了2名加害男性外，还掌握到有1名与事件关联的粉丝男性，3名男性已做出出境处理。事件与成员关联方面，是有位成员在路上被男性搭话后，表示不清楚山口的住处，将判断的山口可能回家的时间告诉了男性。为了预防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我们将会加强成员住所附近的巡逻，并发放防狼警铃给所有成员。就这短短的几句话，将防狼警铃一下子干到日本推特热搜。路上随便来个人问我同事啥时候下班，然后从我同事家对门出现是吧？太对了，太对了！职员发推嘲讽道：“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怕是吓得连防狼铃都掏不出来吧？”已离职的 AKS 工作人员说：“防狼铃那不是在我在职的时候就发过的东西吗？”连每日邮报、时代都纷纷报道，受害者被迫道歉，加害者被包庇，直勾勾的批评日本演艺圈不把女性当人看。这已不再是单纯的袭击事件了。AKS 管辖国内4个团，在役正式成员近500人，非正式成员中还有更多未成年的外地女孩。这么严重的事，时隔1个月就出了这么个漏洞百出的报告，运营是干什么吃的？说给外地成员租了1整层公寓，新泻日报则指出犯罪男子事先就租下了真帆对面的公寓，你们运营的风险管理在哪儿呢？真帆当晚道歉后，原 NGK 成员北原里英为首以及毕业的前辈们陆续发帖表示，山口无需道歉，并强调如果不谨慎处理此事，模仿犯必会出现。演艺界人士评论道：“难道不应该先把泄露隐私的成员革职吗？”这时有人可能会问，泄露隐私的成员和犯人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呢？我们说回 NGK 成立初期那不寻常的成长速度。据媒体曝光，是一群叫恶界的存在，大家可以理解成私生饭，但又不太一样。日文的原意是麻烦、打扰、难对付，一方面是妨碍其他成员应援，另一方面是指与所推偶像私下有联系。恶界借由握手券、刷榜等砸钱手段，一步步拉近与偶像的关系，从而套取更多成员的情报卖给文春或者炫耀，且不排除有肉体的交易。2年前，真帆曾明确拒绝与恶界建联，还在公演时希望大家合理消费。
被恶界视为挑衅。据网友爆料，早在此事发生的去年，就有粉丝跟支配人金村提过成员隐私被泄露，金村则表示有跟警察合作，说那些恶界虽然是罪犯，但也很可爱呀。原来他跟部分恶界交往不浅，甚至为了填满公演座位，叫他们免费入场凑数，纵容他们倒卖高价票及周边，一系列令人啧舌的丑闻在运营庄子期间陆续爆出。面对山呼海啸的批评 ，NGK 取消了后续的公演，经由公关向新泻日报表示，支配人并没有打算提出说明或召开发布会，连新泻市长都出面表示，新泻与 NGK 的合作关系不变。可新泻的品牌商可不管这些，当地老字号生产企业第一时间断了 NGK 的广告，表示真相查明之前不会续签。网友们则纷纷玩起狼人杀，誓要查明泄密的内鬼。通过真番最初推特取关的4人，太野彩香、西谢莫莉奈、青丝丽菜、中井里佳为第一嫌疑人。用什么之前拍到的半同居照片认出袭击者，用什么曾坐在几个人握手会的前排作为证据。第二批嫌疑人就是 NGK 的助王迪野由佳，认为他与以上几人是利益共同体。随后几人要么关闭推特，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落泪否认，闹得人人自危。到最后既没有明确证据，也没有人受罚，团队风评一团乱麻。随后日本网友发起请愿，要求负责人金村辞职以及运营公开谢罪，获得了超5万人的署名。终于到1月25号，新上任的女支配人在剧场致歉，声称正逐一核实，怕伤及成员隐私，不便透露，以防先入为主，全权交给第三方。2月1号，总部 AKS 宣布成立由3名律师组成的3方委员会进行调查。照理来说，事已至此，总要有个合理的说法吧。2019年3月21号 ，AKS 董事长松村将、NGK 新支配人早川麻衣子、副经理冈田刚出席发布会。注意，金村这老小子仍没露面。据第三方调查显示，除了实施犯罪的甲乙以外，还有第三人丙。事件当晚演出结束后，真帆与另一成员 A 乘坐小巴离开剧场，在第一处下车的 A 被男子丙问及真帆是否在车上，二人因握手会等场合早已面熟，得到 A 的确认后，随即通知甲乙，而甲早在事发前就已经租下山口对面的房间，于是有了那晚的事。事发后，有数名成员主动申报自己曾与某些粉丝有过私联。在3方委员会的调查下，虽无确凿证据，但有36人因传闻涉嫌有过私联，其中具体点名了有12名成员。而在记者会上，松村董事针对报告中的问题做出以下决断：一、与粉丝私联的成员不会被解雇，而是采取教育、警告、限制活动等渐进措施；二、袭击事件无证据表明是成员教唆，因此不会对成员作出共犯处分；三、松村把事件主因归因为信息通报不及时，与成员沟通不充分，暗示运营已尽安保义务；四、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不会对外公布调查报告里确认私联的成员名单，只会进行内部处理。在场记者无论如何反问，松村董事依然拒绝回答成员姓名。于是记者会上又发生了一个究极名场面。记者问道：“您如何回应山口真帆在你讲话期间发推的内容？”メンバーなので、こういう事実は謝罪を強要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はい。じゃあどの程度のことだったっていうだからこれを否定するのであれば、松村さんの記憶で、どういうふうだったかちょっと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只见我们仨打开推特定眼一看，真帆对以上4条条条反驳：一、董事明明事先答应过会解雇所有私联成员，现在却不说，这是在骗我吗？二、无成员教唆反驳道，报告里根本没有把我的证词写进去，指出刻意淡化泄露地址的线索。三、公司禁止反驳道，1个月以来安保毫无改善，我一个人住，每天怕得要命，这也叫尽义务？第四，保护隐私反驳道，受害者连知道谁出卖自己的权利都没有吗？后面继续写道，当初自己选择当众道歉，是因为前支配人说，如果自己不道歉，会让同队队友替自己念道歉信，自己出于不想给队友添麻烦，才选择妥协的。自事发以来，面对家长说明会、赞助商、媒体、县市政府，从未向我和警方核实事实，却把我的遭遇说成只是他的臆想，不断对外撒谎。为什么事发至今，我还有一次次被公司伤害？报告里针对前支配人的调查写道，他未准确掌握事件的细节，也未妥善平衡其他事务，成员及员工对他评价不高。但从事发到被调职的期间，他究竟做了什么行动，却只字未提。
针对被捕男子在内的几位熟面孔，常众抽选屡坐前排，是否存在运营暗箱操作？松村一句"我不这么认为"带过。连 AKB 最大的选拔总选举被取消，松村也婉尊表示已办10年，使命完成，极力撇清与 NGK 事件的关系。而我们仨在沉默中看完真帆的反驳后，董事愣愣地说道："我们已经很努力地进行沟通，但还是受到了如此的指责，说明我们沟通还不够。"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去你奶奶个爪儿吧！"最后还是文春爆出了事件当晚真帆在公园惊恐地与2名犯人对峙的录音。录音中开合了2名成员，一是太野彩香，因为真帆对面公寓之前住的正是他，而他在18年夏天就已搬家，男子甲随后租下。1年前太野在握手会上将真帆住在自己对面的情报给了甲。而另一个反复提及的成员是西谢莫莉奈。犯人甲最初说出涉嫌事件的3个人中，他是主导，后面又推脱说是其他成员，否认莫莉奈有份。真帆知道他和嫌犯的密切关系，看到嫌犯极力维护，被真帆认为他是主谋。涉及另外的人则更加复杂，我们不再赘述。4月，真帆在季队的解散公演上宣布毕业，同队好友长谷川绫奈、菅原里子选择陪他一起毕业。是的，最终只有受害者成了受害者。真帆毕业后彻底放弃了偶像道路，加入研音事务所，转型演员。后面虽谈不上大红大紫吧，据我所知也有活干。而 NGK 这个团后面人数大幅度缩水，截止到2025年12月，现役成员只有28人，商业与曝光全面拉垮，只能算是一个小地方的小众团体了。AKS 随后也迈出了分团的控制，至今只能算是一个吃老本的皮包公司。比如 AKB 20周年公演的主办名也不是 AKS， 而是 AKB48 运营事务所。20周年时已经67岁的邱元康也罕见出面，既是批评也是鼓励的对现在的成员说道："你们太乖了，被偶像的框架牢牢套住了，反而失去了当年那种碰撞叛逆的火花。"0几年的时候成员撕连排除异己并不罕见，可以说这才是地下偶像的生存之道。那时邱元康还在掌权，经历过小猫俱乐部的他知道足够的低俗一定能够吸引眼球，赚到快钱，但他仍一步一步的调整，一步步的打破现状，想尽办法让愿意努力的孩子们能够上得了台面。NGK 的制配人金村月纪就是当年最早跟随邱元康的剧场员工，他于12年到15年出任 SKE 制配人，在 SKE 的商业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才有的资格主掌 NGK。后面他被调回了东京总部董事室，国内网友说这是明贬暗升，其实在日本的职场这叫边缘化。此前有一个跟粉丝成员很熟的高管被调到该市后很快辞职，董事室也被称为元老流放岛，保留待遇让其软着陆。新泻这样缺乏各种资源的农业县，运营和成员不择手段的冲业绩，客观来说是一种符合现实的手段。但金村始终没有搞清楚一件事 ：AKB 能火 ，AKS 能挣钱的本质是把这些追逐梦想的女孩视作商品去售卖，而保护这些商品本身也是他的工作。AKS 的逻辑是：我给了你们一切，你们应该感恩，你们之间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然而宏观的看，从 AKB 走出来的偶像，至今为止依然具有影响力。当年能让你们赚钱的成员，哪个不是别家不要的残次品？哪个不是被运营挖掘到偏财，加上成员极大的努力换来的呢？山口真帆在事件发生的推特中讲明当晚预期的最后说道："请不要因此讨厌 NGK， 我迟迟下不了决心，也是因为我深爱着 NGK， 但我不想让任何人承受相同的痛苦，我只能说出真相，对不起。还有许多认真努力的成员在，亲不济就拜托大家继续支持了。"可以看出他知道公布这件事儿意味着什么。然而这件事儿如果没有引起 NHK 的注意，真帆又不是个较真的人，那这事儿很可能就这么混过去了。而这件事之所以闹这么大，在于其揭露了行业中最隐晦的一面。AKS 掌权的 AKB 面对危机毫无能力，面对权力毫无监管，守规矩倒成了祸端。当叛逆失去边界，当管理失去良心，那这朵花从根上就开始烂了。小偶像可以随意替代，而你也可以。以上就是本期所有的内容了。这期不是我喜欢的 Happy Ending， 我写的时候非常痛苦，想请大家点个关注安慰我一下，当然点个赞我也会很开心的。那么我是子美，我们下期再见。